一位有宿命通功能的人士说，王昭君远嫁塞外后，经常诵读《道德经》。有一天，草原上的通眼巫发现，昭君背诵经书的时候，能打出去神奇的能量，还说昭君身上有护身符一样的东西，上面有2条鱼在追逐。通眼巫决定探视一下，结果他用咒语招来的东西直接被挡在了昭君的营帐外。与此同时，腹蛛类单于的营帐中冲出了一股龙形的力量，加入了保护的行列。通眼巫大吃一惊，从此不敢轻易冒犯昭君。那么王昭君身上的护身符是怎么来的？她和腹蛛类单于又有着怎样的前世渊源呢？王昭君本名王强，她从小博闻强记，熟读先秦经典，尤其喜欢诵读《道德经》。王强天生丽质，心地善良，绝世才貌传遍了南郡。王家父母怎么会甘心送女儿入宫呢？那一年汉元帝下诏天下，便选秀女入宫，王强硬是被官吏强行从家中拉走了。汉元帝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派人辛苦选来的秀女，无意中为北方匈奴选出了一个绝代佳人。宫廷御用画家毛延寿第一次见到王强的时候，眼前一亮，心想这个美人必能得到天子的宠爱。但是宫里的宦官近臣手眼遮天，没钱贿赂打通关节就直接封杀你。哪怕毛延寿把王强画得再美，那幅画也呈不到皇上的跟前。王强在宫里的日子寂寞无聊，北方匈奴各派之间征战不休。在大汉的帮助下，呼韩邪单于取得了大权，统治匈奴全境。晋宁元年，单于来到长安朝觐天子。在宫中，单于见到了美丽的汉家公主，于是再三恳求赐婚。公主哀求父皇不要把她嫁给单于，皇后也舍不得女儿去荒蛮的地方遭罪。汉元帝陷入了两难。毛延寿向汉元帝献策，可以从宫女中选一个佳丽带公主出嫁。他呈上了王强的画像，元帝一见画像，龙颜大悦，立即下令召见王强。只见王强峨眉俊秀，风姿怡然，真是一个脱俗超凡的美人。皇上恍然错愕，看着美人，目光也变得越发炽热。这么漂亮的美人，朕怎么舍得？无奈皇后一再哭告，汉元帝不好驳皇后的面子，他也不能失信于单于。说起毛延寿这个人物，在后世的话本小说中，比如《西京杂记》把他黑得很惨，说他因为王强不肯贿赂画师，故意把他画得很丑。事实上，毛延寿可是心系国家安危、光明磊落的人物。出塞和亲关系到大汉和匈奴双边安定的大事，这个大梁可不是寻常的女子就能挑起来的。毛延寿向王强说明边疆形势，匈奴势力强大，大汉帝国有外患之忧，一旦和亲便可安定边疆。王强深明大义，听从了画师的劝解，决定嫁给呼韩邪单于。虽然王强不是金枝玉叶，但是天生的气场强大，往大殿上一站，端庄的容貌让征战沙场的呼韩邪单于一见钟情，那炽热的眼神似乎在说，这个美人我娶定了。一眨眼的功夫，把正牌的大汉公主抛到了九霄云外。汉元帝特赐王强字昭君，封为永安公主，交给她重托。出塞后敦临木河，安宁一方。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时节，昭君穿着盛装离开了大汉宫廷。一路走来，
昭君观北雁南飞，目睹萧瑟，潸然泪下。呼韩邪单于见昭君落泪，握着她的手问缘由。昭君说了2个字：思乡。单于好言相劝，只要有我单于在的地方，就是你的家。我待你好比我的心尖，我会用生命保护你，宠爱你，你可满意？昭君擦擦眼泪，记下了单于的话。呼韩邪单于早有发妻，但还是封昭君为颜之，这是一个尊贵的称号，在匈奴有着很高的地位。为了减轻昭君的思乡之苦，呼韩邪单于命人修建了汉家宫殿，让昭君居住。昭君来到草原的第2年的冬天，一天夜里突降大雪，闷死了大量的羊群。单于向大汉求援，这封书信和昭君的书信一并发往汉庭。汉朝拨出的救援物资很快就解决了草原的危难。虽然草原生活艰苦，昭君并没有怨天尤人，而是努力适应匈奴人的生活。她胸怀博爱，心系百姓，百姓也很爱戴她，把她视为草原的福音。不幸的是，3年之后，呼韩邪单于去世了，他的长子雕陶莫高即位，也就是傅珠类单于。昭君是汉人，心里保守着从一而终的理念，如果以死捍卫汉家风俗，拒绝嫁给下一任的单于，就会引发战争。如果他离开草原回到汉庭，也会引发战争。遵胡俗再嫁成了唯一的出路。为了名正言顺，他向大汉天子请一道明确的旨意。事实上，他写书信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天子的答复。这中间有一段插曲，昭君的信使被夫珠类手下抓住了，夫珠类带着书信，愤怒地质问昭君。昭君先是一愣，当即拜在地上，解释道：如果自己一生不想再嫁，对汉庭是不尊。毕竟自己嫁的是先君单于，丈夫死后遵汉习俗是没错的。夫珠类又问：如果汉皇答应你回去，我的颜面在哪里？你想挑起战争吗？昭君确信地说：汉皇不会让我回去的，单于请相信我。2个人立下赌约，如果汉皇让他回去，就请单于杀他，祭祀神灵。结果汉成帝颁下敕令，从胡俗。昭君依匈奴习俗嫁给了傅珠类。这一年傅珠类30岁，昭君21岁。草原上有一股黑暗的力量，想破坏草原的安宁。有一个从北匈奴嫁给傅珠类的女人，一直嫉妒昭君，经常在暗中挑事，怂恿颜之挑衅昭君，甚至还想害死她。昭君一忍再忍，但颜之并不知道收敛。当傅珠类查清了挑事的幕后主使之后，命人悄悄处置了他。为了保护好昭君，单于警告颜之：你不要挑事，不要妒忌。单于也告诉昭君，在草原上你不用看别人的脸色，你只要看我的脸色就行了。上天安排昭君出塞，本来就是为了扶植草原百姓，所以还赋予他一些与众不同的能力。比如昭君在梦中会梦到草原的灾难，或者默背《道德经》的时候看见灾难降临的形式。有的时候他看见可怕的幽灵形象在草原游荡，在牲口棚驻留，在营帐前停留。后来发现，凡是幽灵停留过的地方，很快就会有瘟疫。当时在草原上还有一个人，也可以提前预知灾难，他就是通眼巫。这个人能知晓天意，治疗疑难杂病，是草原上的奇人异士，百姓很敬畏他。有一天，通眼巫在帐中盘腿坐着，静中观察草原。他看到了灾难将要来临，很快他就发现了，奇怪，昭君的书信怎么发出去了？那信上说恐怕有灾难降临，
让汉廷准备救灾物资。通眼乌心里一惊，忽然站了起来，顿了一下，又坐了下去。他认为昭君是个奇女子，日后留心观察她。灾难真正发生后，单于刚向汉廷发出求救的书信，通眼乌惊奇地发现，汉廷准备的救援物资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里面还包括大量的药材。通眼乌告诉傅珠泪，昭君是草原上的贵人，一定要善待她，保护她。在通眼乌的眼中，公主善良有智慧，唯一对她不满的是，每当昭君想家的时候，就会弹奏琵琶，那个声音让她很闹心。有一天，通眼乌实在受不了了，对昭君说：“你不要纠结了，草原有你的宿根，你的前命和续命都离不开草原，你要有草原一样广阔的胸怀。如果你再弹奏忧郁的曲调，我就只能这样了。”通眼乌边说边拿出2团绒草，塞进了自己的耳朵。昭君看他淳朴的模样，真是忍俊不禁。讲到这儿，有人会问了，你们讲的故事好像史书上找不到呀？的确，我们讲的昭君的故事来自于一位开了天眼的修行者，他用宿命通的功能看到了昭君的前世今生。当他回溯历史时，还发现昭君脑中翻滚的能量是背诵《道德经》的时候在另外空间显现出来的景象。通眼乌看到的2条鱼其实是太极图，而那个护身符是一位道士送给了皇家，皇后把它赠给了昭君。呼韩邪单于携昭君北上，曾有道士拦路，请求见公主一面。道士对昭君说，这个护命符得到了3代宗师的加持，此符若出北关，必是大命相者所持，不可离身。希望公主常诵《道德经》，保平安，护苍生。傅珠泪单于认识到汉文化很先进，他支持昭君在草原上教子民学习汉文化。昭君把汉人的农耕、纺织、厨艺、医药、歌舞等带给了草原。在草原上，昭君是汉文化的代表。每当汉朝使节到来，昭君都会盛装出现，那美丽的容颜、精美的服饰，傅珠泪看了都是心生赞叹。傅珠泪宠爱昭君，但对她也有不满意的地方。他觉得昭君饭量太小，身子骨太单薄，还独自揣测，觉得昭君喝的粥可能没有营养，就命人用鲜奶为昭君煮粥喝。此外还有一件事，傅珠泪特别担心，昭君有心痛的毛病，傅珠泪老是怕她活不长。在一个夏天的夜晚，下起了大暴雨，单于忽然从梦中惊醒，他感觉到似乎有人向他求救。他凭着直觉跑向了昭君的毡帐，却发现里面没人。他冒着大雨在黑暗中四处摸索，终于找到了被暴雨拍倒的昭君，把她抱回了毡帐。原来昭君半夜睡醒之后到营帐外透气，不料突然下起了暴雨，把她拍倒了。那一刻，单于发现自己是多么害怕失去昭君。说起昭君的心痛病，其实是嫁给傅珠泪之后才出现的。那是在一次篝火晚会上，有位白发老人回忆祖先的荣光，唱起匈奴古老的歌谣，歌颂匈奴史上最伟大强悍的冒顿单于。当昭君听到冒顿单于杀死了心爱的美人蝶珠时，突然心中一阵心碎，心痛传遍全身。从此以后，心痛的感觉不时地出现。根据那位开天眼的修行者说，昭君的心痛病和前世的夙愿有关。如果把昭君出塞的时间，也就是公元前33年，向前推180年，就到了昭君前世的时间点。那一世，她是草原上的美人，名叫蝶珠。
而傅珠类的前世正是默读单于。默读年轻的时候有3爱：爱美人、爱骏马、爱江山。在野心勃勃的男人眼里，他为了江山可以抛弃美人和骏马。尽管他爱美人蝶珠，但并不恋情。默读制造了一种响箭，为了训练部下骑射箭术，他下令，凡是我响箭所射的目标，如果谁不跟着全力去射击他，就斩首。默读用响箭射击自己的千里马，他的部下有的不敢射杀，默读立刻杀了他们。过了些日子，一天早上，默读极其温柔地对蝶珠说：你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些，看我如何练兵。蝶珠信以为真，把自己精心打扮了一番，兴高采烈地被传令官领了过去。突然，默读向他身上射出了一支响箭，瞬间箭如飞雨，全都射在了他身上。那一刻，蝶珠的心像碎了一样，死于剧烈的痛苦之中。由于前世的伤害，默读单于转生为傅珠类。当王者再次归来，前世欠下的情债命债，在这一世他以无限的宠爱守护着昭君。两人齐心携手完成了使命，使匈奴结缘汉文化。昭君不辱使命，安定大汉和匈奴边疆。后人评价，昭君出塞，边城燕壁，牛马不野，3世无犬吠之景，梨树无干戈之意。回首如烟往事，王昭君一个身负天命的美人，从大汉皇宫走向匈奴毡帐，在广袤的草原上扬汉风，定边疆，博爱子民，宽容待人。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豪杰，或许她文可安邦，武可治国，而作为一个弱女子，或许也可以这样吧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收看我史大观园，我是雪莉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